开始，大家好。今天介绍哪一支香的？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下这支，叫华氏温度。华氏温度2，镜头在这里啊。CD 啊，哎呀，这个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拿麦克风去了。对对对哦， ，CD 的商业香这一支非常经典，1980年代就出了。是，对。对，长销，如同轰动的程度，如同现在的那个旷野之心，掀起一阵旋风。对，华氏温度。当然啦。你也知道这一支吗？如果说蒂尔的话，跟旷野之心是不是？对。Hermes 那一支吗？不是啊，哦，不是，之心是迪奥的。迪奥的迪奥。啊，跟 Hermes 的那一支大地啊，有得拼。有得拼哦。对对对对，但是我没有，但是我却有这支，哦，你却有这一支。我却收了这一支。你沙龙香收了这么多，那你商业香有多少支？4支啊？所以这意思是大地是1支，这是第2支。哦。另外是那个什么彰化男性彰化，Dirty 哦 ，Dirty 的那一支，那一支也很厉害。哦，第10支，当然就是老婆送的那一支清新之水啊。清新之水。那个海洋清新调那个。宝格丽的吗？不是，哎呀，这不重要。不重要了。对对对。这是你4支商业香，所以其中1支。所以老板说要拍这支啊，我特别跑过来。杀过来。对对对，跟大家认识一下。其实在做这一支啊，我要想 set up 一个前言啦哈。其实啊，假设你说你做商业香的话，对，你会要什么？第一个，你会要艺术性，然后跟别人不一样，然后用料要实在，对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大家认为你出了这么高的价钱，买这样的香水，而且与众不同，是值得的。同时要3调明显，可能还要前中后调，这样子非常明显，是不是？是。嘿，不好意思，这一支就包括了以上我说的3种好处，同时它的价位，老板是。老板这边又有一个不得了的价位，一定让他惊喜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它很值得啦，很值得一收。而且刚才老板说，1980几年，那时候就有了，所以那时候调香师应该是遵照着这些教条所调出来的。然后教条是历久不衰的，对，到现在都沿用。就像上次我还提到了一个教条，是说，OK， 哦，定香剂这种东西，以它作为开始，OK， 这支里面有两个定香剂，是哦，一看就知道有2个。待会你帮我解说一下。对。那你有没有闻过？闻当然有啊，因为我收了，我有收啊。那既然没喷嘛，来试一下。我在你还没有来之前，我已经先偷喷。是。所以我身上已经有后调。OK。哦，前调。首先哦，我要提醒的是，这边有2个分子比较大的定香剂，一个是广藿香，一个是香根草，这2个都是男孩子在身上闻起来非常好闻的。对啊，难怪。对。最近有跟你一起做主题是广藿，对不对？对，广藿。还有香根草嘛，对不对？广藿的药感稍微强一点点，香根草呢，会稍微有点土性味，但是这2个它没有放很重，压的还比较低一点。是。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，第3的基调它还做皮革。哦，皮革哦。对，所以这个到最后你就是会有一个感觉像是骑着那种重车的，骑重机那个美式机车那种，有没有皮革的？有没有哈雷的那种全身皮革味？对。然后有点就是非常的那个，非常硬汉气质的样子。你知道每一年这个重机骑士都会在美国一个小镇集结他们1年1度的盛会，然后这个小镇呢，它的人口只有6600人，可是这个全美国的这个重机集合的那一天，你知道会有多少？有76000台机车过去，6600人，然后变成这个活动有76000台摩托车会去，这是很盛大的。因为反正喜欢骑重机的人，他就是喜欢有自己的特色。对。
它包含它的皮革、皮帽，还有它机车，即使跟他买一样牌子，它都会去改的跟人家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就有非常自己的个性，对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喷上去之后，我们开始来说明一下，它闻起来像什么。其实啊，你到文献上去看啊，大部分人会说有点像刚开始上有一些汽油味、橡胶味。对，那这个汽油味和这个香蕉味，是因为它刚开始薰衣草啊、雪松、洋甘菊还有柠檬这种组合起来的味道，稍微强了一点。但是呢，约莫过了5分钟，你过了这种汽油味之后，你会觉得有一点甜甜的，然后再加上一个很不错的皮革的味道，还有一个小小的花香，比如说茉莉或者是铃兰这种味道跑出来。好，当然啦，它的香调表里面写的很复杂，可是它最后其实它有三个层次，然后完了之后呢，你是不太容易去辨认出每一个单一的香品。这个跟那个阿莫菊很类似，对，因为它用料都极好，可是呢，到最后都融合在一起，你很难去找到那个单一的调性。对。如果你不说这个它是重机、汽油，还有轮胎嘛，对不对？还有皮革嘛，对。如果你不说的话，我一开始闻到，我是觉得有一点苔藓调，有一点柑橘，带一点那个薰衣草在前调的。是。可是中后段，对，你慢慢讲说有机油味，我就开始真的感觉有哦。你这样形容的。可是我跟你讲其实它中调超漂亮的，因为它有什么？它有铃兰、茉莉、雪松、康乃馨、冷冬这种花香调，在衬着前面的这些什么薰衣草的味道，所以虽然你会觉得有一点什么机油味还是那种的刚开始，但是它的后面是这些很漂亮的白花香在衬着，然后在后面则是一个很重的皮革味，在拖着这几个香味在前面，所以你会觉得非常非常丰富，这个味道很丰富。对，所以所以这不愧视为经典啦。对，这个从它出来到现在，其实它的销量一直都很好。没错，对。你不说机油味，我都没有联想到这个。但是你这样讲，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味道，对不对？这种哈扣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非常有个性。对，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味道。而且后调就如同你说的，刚刚那几种花，正多在皮革上，皮革在前面带着他们走，对，相当的稳。它如果单独只有皮革你可能会觉得腥腥臭臭，没有那么好闻。可是你知道这个，你可以明显的知道你有皮革味，但是你却不会感觉到腥腥臭臭，你是有一个花在带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花又不会让你觉得不是很就是太娘炮之类的，那前面又做了一些洋甘菊或植物那带一点机油味放在上面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真的是非常 man 的一支香啦，非常值得收。你觉得这个适合什么样的穿着场合？刚才都说要去骑重机，可能很多人没有重机啦，但是我是觉得啦，如果你要显现出你是一个非常 top 的个性啊，或者是你希望你今天晚上出门，或者是今天白天出门的时候，你要有点皮革感啊，我觉得穿这个香是真的很不错。对，你就算没有皮革，穿在身上也是有皮革那种感觉。对，你走在旁边，然后看到你或者是杀身而过，你就觉得哇，这是一个 top guy。对。是 top guy 还是 top guy？ top guy，top guy，top 在上面可以啊，上面。OK， 那年纪呢？你觉得这个年纪？这年纪30吧。30开始。差不多要30了。差不多要28、30，20几的话，会出事吧？20几。对。20几会被问你的重机在哪里？那你觉得那到什么年龄范围？到几岁前这一支也是合适的？几岁前？其
其实哦，讲年纪不是很准确，有些人少年老成，对，很可惜，我就小学就长这样。哦，你小学就长这样，所以你每次都这样问，很讨厌。反正那你到现在一直都可以用合适这一支啦。啊，对，对，OK，是啊，好，后调其实跟前调，我自己觉得并没有落差太大，他把它保留的非常好。除了刚刚你讲的这个洋甘菊，对，慢慢的褪去之后，因为柑橘的分子比较小、比较轻，所以它很早就会出来。但是同时很快也会褪去的时候，你会花香调比较出来，你的汽油味会消散。所以香品上面讲说有汽油味，然后他甚至跟你讲说，你只要忍受过这个汽油味之后，后面绝对让你非常的惊艳。其实就是老板刚才说洋甘菊走了，然后这些味道走的状况之下，这个组合而成的汽油味就没那么明显，后面花香出来，皮革出来，就真的非常好闻。但你刚刚讲的汽油味，我觉得还蛮熟悉，也还蛮喜欢的。这样形容，我会觉得还蛮贴切的。我刚开始买的时候不喜欢，是哦，要喷2次，喷3次。那后来是怎样的？就喷在身上之后，不理它，然后就出门。过了1个小时或2个小时之后，哇，超漂亮，觉得超喜欢。人家会以为从机车行刚修完车出来。没有啊，其实机车行的机油是油臭味更严重，这不一样，这有点不太一样，但是真的很漂亮，赞。OK，对，好，谢谢那个翔哥今天跟我们带来这一支，再帮我们镜头走一走啊，华氏温度，这个华氏温度，华氏温度，渐层的瓶子，对，这就是所谓的飞轮海。OK，希望你会喜欢哦。OK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